人们总拿我和别人做比较，我倾听，但从未认真对待。只有帕西诺，我个人认为他绝对是我们这代人中最优雅的演员。影帝罗伯特·德尼罗曾经这样说道：他在30几岁时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教父，在50几岁时用优雅的 Tango 舞出脍炙人口的经典，又在70几岁时当回帮派大佬，告诉众人他永远充满激情。也许这就是他的天赋。不论什么时候，阿尔帕西诺的气场总会咄咄逼人，哪怕如今他早已懂得如何把这种凶猛转化成一个滑稽可爱的热情。就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，他和科波拉、德尼罗一同出席，配合着教父50周年的纪念环节，原本不甚挺拔的腰板变得愈发佝偻，摄像机中脸上横亘的一道道皱纹似乎在和每一位观众说，就这样老去吧。美籍意大利的埃尔帕西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，祖籍位于美丽的西西里岛。没错，就是教父系列中科里昂家族的故乡。电影里，科里昂家族的成员整体上秉承了西西里人的宗族团结的传统。母亲慈爱贤惠，父亲有责任有担当。对于艾尔来说，现实中的生活远不及电影中来的顺遂。艾尔的母亲生他时才不过19岁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母亲这个角色的转变。2岁的时候，父母离婚，远赴加州工作的父亲将他交给外祖父母抚养。外祖父母都是思想极度保守的人。7岁以前，他不被允许出屋玩耍。贫困、孤独、长期压抑的卑微，造就的那份叛逆，在幼小的艾尔身上烙下了印记。每每提及童年，他的记忆总是停留在电影院里。那时与母亲一起看一次电影是最大的喜事，因为此后数日，模仿电影中的对白和人物将成为他仅有的乐趣。14岁时，无心学艺的艾尔有了平生第一次登台演出，那是在南布朗克斯区埃尔史密尔剧院上演的契科洛夫的《海鸥》。后来，当29岁的艾尔站在百老汇的舞台上领取戏院托尼奖时，母亲却因病去世，无缘与他分享喜悦，这成了他终身的遗憾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1969年才初登大荧幕的新人，3年后就搭上了《教父》这辆快车，拉开了演艺生涯的辉煌序幕。有人说，埃尔帕西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气，毕竟不是每个人能遇到像科波拉和西德尼·吕美特这些大导演的提携。但想想年轻青涩的他能与马龙·白兰度、约翰·凯泽尔等老戏骨飙出火花，便不得不佩服他这种遇强则强的潜质。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，麦克·科里昂等于埃尔帕西诺。在拍摄之初，制片方很嫌弃矮个子的艾尔，最后还是导演科波拉的坚持下，才留住了经典的2代教父。艾尔说，他要塑造一个谜一样的麦克。人类天生的一个本能就是好奇，人们都渴望看看这个谜里面究竟有什么，是满园春色还是毒蛇猛兽。这也是麦克·科里昂吸引人心的地方。有别于马龙·白兰度的豪气与霸道，艾尔用忧郁的眼神与阴沉的神色诠释了新一代教父的内心世界。他恶罪恶，却将一生与罪恶为伴；他深爱家庭，却终将妻离子散；他权势滔天，却一生痛苦不安。如果说教父是马龙·白兰度、埃尔帕西诺、科波拉等一个群体谱写的黑帮史诗，那么让教父3部曲延续伟大的埃尔可居头功。随着经验的积累与导演的调教，在后2部教父里，埃尔把壮年麦克的威严缜密、杀伐果断，老年麦克的内心软弱和宿命的悲剧感演绎得深入灵魂。教父系列成就了埃尔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他。因为当他每出演一部新片，片方都会不约而同地打出2代教父的旗号进行宣传，哪怕他尽力在每部片子里将自己全身心地放进去，人们依旧不买他的账，因为这不是大家想看到的麦克·科里昂。在演艺圈，几乎所有的明星都会经历这种矛盾，要么一辈子待在舒适区，要么选择在最辉煌的时刻华丽转身。其实演完《教父3》的艾尔完全有理由转身离开，但是内心的火仍在熊熊燃烧。
舞台是我的生命，我嫁给了这个职业，最重要的始终都是渴望和冲动。直到现在，这种表演的欲望在我的心里仍然像一团燃烧的火。我已经以生命作赌，我情愿身处死亡边缘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资深记者劳伦斯·格罗贝尔在《一代教父》与阿尔帕西诺面对面的卷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《理查德三世》中的话，此语亦可为阿尔帕西诺一生的写照。9岁吸烟，10岁嚼烟草，11岁抽烟斗，12岁街头厮混，13岁接触大麻，21岁因非法携带武器被捕。哦，对了，9岁那年，艾尔还有了人生中第一次性经验。此等肆无忌惮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值得宣扬，但也无可否认，这种像路边疯长的野草的姿态暗含着某种勇气，让他用生命恣意表演的勇气，让他成就了自己的勇气。尽管品行不端，但中学戏剧课老师在布兰奇·罗斯坦发现了他的表演天赋，并鼓励他将精力放在戏剧表演上。1954年，他通过试镜被纽约的曼哈坦高中录取。可那个年代的人们迷恋的是克拉克·盖博那样高大帅气的演员，身材矮小的艾尔很显然不具备成为明星的潜质。由于母亲患病无法工作，高二的他不得不选择了辍学。为了补贴家用，艾尔做过超市收银员、杂志社收发员、音乐厅领座员，直到他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查尔斯·劳顿。这个曾获得1934年奥斯卡影帝的英国演员，在见到艾尔的第一眼就察觉到蕴藏在并不高大身躯之下的能量，尤其是那炯炯有神的双眼，像一只孤傲的鹰隼，仿佛能洞察世间险恶。你以后会成为明星的。前辈的一句话成为了年轻人前进的明灯。在多年的演员工作室学习与舞台磨练后，28岁的艾尔凭借舞台剧《印第安纳人需要布朗克斯》中饰演疯癫男孩墨菲一角，获得了欧比奖最佳男演员奖。这座奖为他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，而《教父》则让艾尔从一个新人演员迅速蹿红。著名导演迈克尔曼说，帕西诺是不露痕迹的表演天才。他的前女友贝弗利·迪安基洛则爆料，他每天照镜子的时间不会比我少，每次都是在琢磨怎么用40种不同的方式表演一个情境。就这样，天赋与努力的同行，让这位二代教父如同变色龙一般，逐渐拓宽了戏路。成名后的艾尔选择角色有一个标准，他自己称之为对这些角色或者这些角色的困境深有感触。作为实力派演员的代表，很多人会说他演什么都像自己，这并不是对他的演技的不认可，更多的是说他能用自己的方式贴近角色。比如《热天午后》中的桑尼·沃特兹克，《八面煞星》里的汤尼·蒙塔纳，《女人香》中的退伍军人，《魔鬼代言人》里的米尔顿等等。艾尔善将角色的张狂外放、情感起伏的激烈，赋予更多的故事性与独一无二的魅力。角色在替我说出那个内心自由自我的自己，艾尔说道。大家都知道，小李子陪跑小金人长达22年，为了这座小金人，可谓倾注过太多辛酸和努力。但在冲奥这条道路上，绝不是只有小李子一人披荆斩棘。在他之前，还有一位大神级的前辈，也同样有过陪跑20年的经历。没错，正是埃尔帕西诺。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《教父》系列在影史上的地位早已无需多言，而冲突热天午后更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。特别是热天午后，阿尔帕西诺在片中的演绎犹如行云流水，完全看不到任何表演的痕迹。而这4部作品也都为阿尔帕西诺带来奥斯卡奖的提名，但却均无所获。在出演《教父》时，由于资历尚浅，明显戏份最重，也只能申报奥斯卡最佳男配。而热天午后3度提名奥斯卡影帝时，阿尔帕西诺又遇到《飞越疯人院》中的杰克·尼克尔森。坦白说，他们都是上世纪好莱坞4大天才演员之一，演技完全不分高下。谁都不会笃定《飞越疯人院》中的杰克·尼克尔森就强于《热天午后》中的埃尔帕西诺，都是无可挑剔的演出。究竟谁会获奖，也纯粹是运气使然。让人难过的是，天赋异禀的埃尔帕西诺偏偏就正属于奖运不佳那一类。直到1992年冬，
不知道女人香的一段 Tango 跳进了多少人的心里。这个好莱坞的无冕之王终于在第8度提名之际登顶，揽得人生至今唯一的小金人。距离第一次提名过去了整整21年，21年的岁月让年轻的教父变成了优雅的老男孩。名利场的沉浮并没有让这个怀揣演员梦的大男孩忘却初心，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除了演国王、演教父，还可以演贩夫走卒或是慈祥的长者。他的境界就是永远尝试突破自己的境界，让角色化作一杯最醇厚的烈酒，令无数观众为之上瘾。在2005年，经由1500位艺术家、评论家评选出的美国电影学院100年100大电影台词中，出自艾尔之口的就有3句，分别来自《教父2》的亲近朋友，但要更亲近敌人；八面煞星的对我的小朋友说你好；热点午后的阿提卡阿提卡，90岁的时候我要演毕加索，如果那个时候是有剧本，记得来找我。这是艾尔在70多岁时说的，好像对待表演这件事，他永远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。对于好莱坞来说，艾尔这一代方法派演员是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活化石，他们在1970年代的成功正对应着那个年代的美国电影所呈现的时代精神，对权力运作中腐败一面的揭露，以及小人物对国家机器的反抗。此后，无论是八面煞星里的气场全开，还是女人香的迷人 Tango， 他浑身似乎总有一种魔力，一种令观众不曾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迎来了自己82岁的生日。庆幸的是，我们不需要担心他会像马龙白兰度那样孤零零地等待生命的落幕，就像他所演的麦克克莱昂。因为从他拒绝高昂的报酬，只为在100人的小剧院中演一个自己钟爱的角色开始，阿尔帕西诺心中的野兽早已破笼而出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